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核废水导游。今天我要带你们认识一下核废水的最大危害是什么。你们可能会想，核废水不就是核电厂用过的水吗？有什么好怕的？其实，核废水里面含有很多放射性物质，比如铀、铊、铯等等。这些物质会发出核辐射，就像一个隐形的刀子，可以切割你的细胞和基因，让你生病或者长出奇怪的东西。核辐射最容易伤害到的器官是甲状腺，因为它会吸收铯131，这重物质会让甲状腺癌的风险增加很多。你们知道甲状腺在哪里吗？就在你的喉咙下面，像一个小蝴蝶，控制你的新陈代谢和荷尔蒙。如果你的甲状腺出了问题，你可能会变得很胖或者很瘦，或者情绪不稳定，或者变成一只蝴蝶。好吧，这个是开玩笑的。所以核废水可不是好东西，我们要尽量远离它，不要让它污染我们的环境和身体。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南千水，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包括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并且能够激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这是一个共同成长和探索的空间，我们一起开始吧。你知道甲状腺癌和核辐射有什么关系吗？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隐藏了惊人秘密的谜团。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或许你能从中找到答案。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凡德他尼的药物，它是一种可以治疗甲状腺癌的神奇药物。但是，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一个阴谋的背景。你可能不知道，甲状腺是一个位于喉咙下方的小型器官，它可以分泌一些重要的激素，调节身体的新陈代谢。但是，甲状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对核辐射非常敏感。当核辐射进入人体时，它会首先攻击甲状腺，造成甲状腺细胞的突变和癌变。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核灾难中，例如广岛、长崎、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等地，都有大量的甲状腺癌患者出现。而且，这些患者往往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靠手术切除甲状腺或者服用碘片来减少辐射的影响。但是，这些方法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例如失去甲状腺功能，引起其他器官的问题，影响生活质量等。因此，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可以直接杀死甲状腺癌细胞而不伤害正常细胞的药物。这就是凡德他尼的使命。凡德他尼是一种靶向治疗药物，它可以识别出甲状腺癌细胞上特有的分子标记，然后与之结合，阻断其生长和分裂的信号传递路径，从而使其自我毁灭。这种方式既有效又安全，不会影响正常细胞或者其他器官。那么，凡德他尼是如何被发现和开发出来的呢？这就要说到英美大药厂阿斯利康了。阿斯利康是一家在全球拥有众多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巨型制药公司，它在各种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开发。其中，阿斯利康在核能领域也有涉足，他曾经参与过一些核电站和核武器的建设和管理。阿斯利康在这些项目中收集了大量的核辐射相关数据和资料，并且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发现，核辐射不仅可以造成甲状腺癌，还可以引发其他种类的癌症，例如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而且这些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对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阿斯利康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遇。他决定利用自己在核能领域的优势，开发出一系列可以治疗和辐射引起的癌症的药物，并且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阿斯利康的核心战略，也是它的核心秘密。凡德他尼就是阿斯利康在这个战略中的第一个产品，它是专门针对甲状腺癌的靶向治疗药物。阿斯利康在开发凡德他尼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些非常先进和隐秘的技术和方法，例如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他还动用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媒体等方面的强大影响力，控制了凡德他尼的临床试验、审批、推广和销售等各个环节。阿斯利康希望通过凡德他尼来打开核辐射治疗市场的大门，并且在未来推出更多的相关产品，以实现其在全球制药行业的霸主地位。但是，阿斯利康也知道，凡德他尼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
例如，凡德他尼是否真的只会杀死甲状腺癌细胞？它是否会对正常细胞或者其他器官造成不良影响？它是否会引起其他种类的癌症或者其他疾病？它是否会产生耐药性或者依赖性？它是否会被滥用或者被用于其他目的？这些问题都是阿斯利康不愿意公开或者承认的，他们都被埋藏在阿斯利康的深层秘密中。而且，阿斯利康也不想让人们知道他在核能领域的涉足和活动，以及他与一些核电站和核武器的关系。因此，阿斯利康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秘密，例如设置了严密的保安系统，控制了信息流通，收买或者灭口了一些知情人士等。你可能会觉得制药公司就是一群穿白大褂的科学家，他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各种药物，然后拿出一些可以治疗疾病的神奇药丸。但其实，制药公司的背后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秘密。比如说，你知道吗？像阿斯利康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其实是由一些财团控制的吗？这些财团有些是投资公司，有些是银行，有些是保险公司。这些公司里都有贝莱德的影子，其中最大的公司也是贝莱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赚钱。他们不仅持有制药公司的股份，还可以影响制药公司的决策，比如说决定哪些药物要开发，哪些药物要上市，哪些药物要定多少价钱。你可能会想，这些财团也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而努力吧？可惜并不是这样。有时候，他们会为了利益而做出一些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事情，比如说垄断市场、压低竞争对手、隐瞒药物的副作用、贿赂医生和政府官员等等。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药物卖得更贵，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不管消费者和病人的权益和安全。这就好像一个大饼被一群贪婪的老鼠分食了，而我们只能吃到一点点碎屑。这就是制药公司和控股方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公平吗？你知道福岛甲状腺癌的案例在最近几年里暴增了，这是不是因为核电厂的雨水排放呢？我们来一起看看吧。甲状腺是一个位于喉咙下方的蝴蝶形器官，它可以分泌一些重要的荷尔蒙，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但是，如果甲状腺受到放射性物质的影响，它就可能发生癌变，导致细胞失控的增殖和侵犯周围组织。福岛是日本的一个县，位于东北部。2011年3月11日，一场强烈的地震和海啸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事故，造成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环境中。这些物质不仅污染了空气、土壤和水源，还可能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福岛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在2011年到2019年之间增加了118倍。这意味着，在每10万人中，有约20人患上了甲状腺癌，而在核事故之前，这个数字只有0.17人，这是一个惊人的差异。那么，这种增加和核废水排放有直接关系吗？答案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因为甲状腺癌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核事故发生后，福岛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筛查计划，提高了甲状腺癌的检测率。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增加的案例归咎于核废水排放，也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遗传、饮食、生活方式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核废水排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放射性物质不仅会引起甲状腺癌，还可能导致其他器官和系统的损伤，比如血液、免疫、神经、消化等。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接触和摄入放射性物质，并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最后，我们将讨论，如果雨水排海后，东亚及太平洋沿岸的国家民众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增加，可能会带来多大的用药市场。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严肃，但其实也有一些有趣的方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甲状腺癌患者，你会怎么选择你的治疗方案呢？你会选择传统的手术、放射性碘或是新型的靶向治疗呢？你会考虑什么因素呢？是价格、效果、副作用，还是其他的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比喻成一个购物的过程。你可能会上网查询各种产品的评价，比较不同品牌的优缺点，试算你的预算和保险覆盖等等。你可能也会问问你的医生、家人或朋友的意见，
或者参加一些线上或线下的支持团体，听听其他人的经验和建议。你可能还会看看一些关于甲状腺癌治疗的纪录片或小说，了解一些真实或虚构的故事，感受一下不同治疗方式带来的生活变化。这些都是影响你用药选择的因素，也是影响用药市场的因素。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因素，我们就能够预测未来市场的走向和规模。我们也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出更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用药品质和满意度。核废水是一种严重的环境问题，它会对人类和动植物造成长期的危害。但是，我们不必因此感到绝望，因为还有一些实用的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核废水。让我来告诉你吧。首先，我们要提供解决方案，介绍如何减少核废水的风险和应对核灾事件。例如，我们可以使用先进的技术来处理和储存核废水，减少其泄漏和排放。我们也可以加强核电站的安全措施，防止发生像福岛那样的事故。如果不幸发生了核灾，我们要及时撤离受影响的区域，并且尽快进行清理和复原。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可以让我们避免或减轻核废水带来的灾难。其次，我们要健康保护，讲解个人和社区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减少辐射风险。例如，我们可以避免食用或接触受污染的食物和水源，并且定期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也可以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如口罩、手套、防护服等，以防止辐射进入我们的身体。我们还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多吃一些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的食物，如蓝莓、西兰花、柑橘等。这些都是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保持健康和活力。最后，我们要市场机会，讨论福岛事件对甲状腺癌药物市场的影响，以及可能的投资机会。你可能不知道，福岛事件后，日本的甲状腺癌患者数量大幅增加，这也带动了甲状腺癌药物的需求和价格。如果你是一个有远见的投资者，你可能会想要把握这个机会，投资一些有前景的甲状腺癌药物公司。当然，你也要注意风险和道德问题，不要忘记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方面，可以让你在市场上获得利益和信誉。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关于应对核废水的实用策略，希望你能从中受益，并且能够用一种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毕竟，核废水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也不是一件无法解决的事情。只要我们有智慧和勇气，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如果想了解贝莱德集团的详细资料，可以观看《核废水背后的阴谋》，那里有完整的介绍。亲爱的观众，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我们今天向你们介绍了核废水的危害，它不仅会污染环境，还会增加甲状腺癌的风险。我们也告诉你们，甲状腺癌的治疗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有些财阀正在利用这个机会谋取暴利。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关注这个问题，并积极参与解决方案。例如，你们可以选择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核能的需求。你们也可以支持那些为甲状腺癌患者提供公平和有效的治疗的组织和企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够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也希望你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请给我们一个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在下面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们。最后，我想用一个笑话来结束这次演讲。你知道为什么核废水是世界上最好的饮料吗？因为它可以让你发光。哈哈，谢谢大家。